玩成这个样子，就连承认自己都承认不了，就从来没有到这种程度。他们想玩的是加拿大的主体民族的概念，加拿大人没有共同意识，他们就强迫要建构。所以你知道民进党现在干一样的事情，他要想要建构个台湾人共同意识，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抹灭台湾人是汉人来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加拿大人毕竟来的成分很复杂，台湾不一样，有先来后到的问题，不管怎么来都是汉人。台独的理论走到现在，就4个字啊，就叫掩耳盗铃。台独已死啊！民进党他们自认为是多数，而非民进党有60%的人，他们整天抹成蓝白，其实纯粹就是对你民进党委送，你要下台，那你下台总要人填嘛，那不是蓝的就是白的，不就这样吗？这是简单的答案，只要你不提民进党就是蓝白，只要不五体投地的支持民进党，你就是蓝白，你就是共产党，你就是红的。当有人逃避实质讨论，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断章取义、片段式的、滑坡式的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理论是不经检验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德国在台协会的脸书发了一篇文章，这个跟德国官方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更像可能是这个粉专是不是可能包给了某个外包的运营团队，小编有可能亲绿的立场公器私用。那这里面我可以就有几个点嘛。首先第一个，他的那篇文章其实是用英语写的，德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台湾这边应该是中文，要么要用德国的母语，要么是应该是用就是台湾这边的母语，怎么会去选用了一个英语，更像是演给你看的一个外语写的啊，也不是我们台湾人编出来的。另外有一点，有些人说是德国双标啊，我认为所有的双标其实只是标准不可告人罢了。台湾和德国的利益其实隔得也非常远，邦交实际上是没有的，是德国一贯的做法，包括从外交上的一些礼节，这件事情都不会是德国官方的态度。前段时间有人先是称民进党称赖清德叫绿共，就有一些人开始说绿共这个词汇会让大陆那边不喜欢，呼吁大家不要去喊绿共。那德国说他们是绿色纳粹，这篇帖子就想要把民进党身上这些污名给洗掉，一种舆论导向。这件事情本身还是亲民进党的团体造成的，而不是德国。台湾的德国人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向西德反共，所以说台湾有一个东西叫转型正义，是民进党在推那个转型正义，几个都是德国人出来，就是德国人做错这件事情，推向民主化，要做转型正义，而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在臭大陆，表面上好像是在检讨他们之前德国做错这件事情，蒋介石就是威权统治。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讲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所谓的民粹的极限，而不是纳粹。纳粹只是德国法西斯化以后出现的一个政治力量，其实要防止法西斯民粹化，所以应该我们是要讲进党法西斯化啊，只是因为大家后来找不到什么好的名词，然后就随便抓一个名词过来。实际上，如果按照政治效应来讲的话，其实真的要防的是法西斯化，因为那个会让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完全给崩解掉。这个东西是给德国人在台湾有协助一些人在搞转型正义，然后那个转型正义的主要目标最后还是会引导到反共去，因为纳粹以前也是反共的。当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治娱乐化，政治娱乐化的结果，很多人其实没办法就其所以。这个419青鸟大集会还在那边感动，是中华民国国旗跟台湾独立旗在一起，结果呢，到了上个礼拜已经在追杀2蒋林请了。叶林变露营，这个万老师啊，郭玉琴啊，他真的自以为老师，他在他门口挂了一张讲中正旗，然后上面写着反共。西方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反共的，可能会有一些狂热的反共人士到台湾去搞这些东西。德国主流市场已经听不到反共这2个字了，甚至于我们这边的共产党还会有公开的集会活动，也没有人去管，因为毕竟说句实话了，共产主义的源头其实来自于德国，它是众多欧洲近代政治形态当中的一种，反共这个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另外我还再说一下，就像德国日在台协会，因为我知道其实他正式任命的官员只有2位，其中有一位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外交官，我相信资深外交官是一定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我更相信他应该不会是来自于就是由德国官方任命的某个官员的意识指示下去出现了这一篇帖子。我个人是觉得天高皇帝远啊，几个人开始转发很同于就是德国政府的态度，那我就想说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就是以前民进党没有执政的时候对外国是什么态度。巴西跟土耳其这2个事件符合2个最重要的关键要素，一，它是有更多的抗议者，然后它是群聚的，行使了这一些所谓的纳粹脸啊什么，或者说任何的标志被德国政府官员谴责的。最值得被怀疑的应该是这个在台协会的权力结构到底是长什么样，小编是谁受益可以这样子发文的。如果看这个土耳其跟巴西这2个，他们的状态比台湾这一次的状态呢还要来得离谱，因为他们是群聚运动，没有党的问题在里面，他们一样也可以被谴责。但问题是我们只有个人，但他一样跳出来谴责，这史无前例，以前就没有这种状况。看一下当时候
候2008年到16年这3个事情，全部都是在马英九任内发生的。我只去找了一下 Google 搜寻这段期间，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则是说德国来谴责台湾使用纳粹任何的符号，这个胡子的问题，他明明就已经 copy 了所有纳粹的文宣的样式，他依旧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第3个国庆呛马接力赛，他明明就用了万字旗，这更夸张。那为什么他可以不用被谴责？那第1个跟第3个我觉得是非常离谱，但是德国没有任何一则新闻，或是说他官方的人员出来讲这件事情叫谴责。如果是去查德国的刑法，其实在德国境内是有跟纳粹相关的符号，万字、纳粹英、纳粹里，这个其实在德国是要被判刑的。但是这是在德国境内。如果按照同一个逻辑，我们看到马英九执政时期所使用的那些符号，就是所谓的纳粹符号，当时候没谴责，现在就谴责了，然后一堆台湾人跟进，是这些出口转内销的东西，明明还是使用繁体中文写的内容，大家这么喜欢去看啊，跟德国在台协会当圣旨一样，人家根本就没有跟你建交，人家根本就是甩你，然后有人贴了文在台湾人在德国的群，我就说没有啊，一个人的行为他是个人自由，台湾又没有使用纳粹符号要被判刑这个逻辑。如果你觉得这不行，你去提案啊，让它变成台湾的法律，他就可以被判刑，根本就不违法。你在那边嘴说这个人没有国际观，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会出现极端，就如同美国一样，会一堆人使用纳粹党的标志叫新纳粹，新纳粹政党因为它存在，结果被德国谴责。德国只有谴责聚众使用种族至上主义加上纳粹的符号3个条件，如果你符合了，它就会跳出来谴责，因为已经非常贴近那个样子。但是你使用符号在德国境内是违法的，你说在德国境外谁理你啊？台湾人自己自我审查，然后还要提出不同意见，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我名嘴讲说去出征德国在台协会是疯了嘛？首先第一个，我没有看到太多人去出征德国在台，大家就是很明理的去讲说德国在台协会凭什么干涉我们内政？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没错，但是你所讲的是台湾人企图讨论纳粹这件事情都不行，又要大家记住历史教训，又不要大家去讨论这件事。当年卡特跟我们断交的时候，也是直接出征卡特本人去围美国大使馆，去围人家的车子，把人家弹洗一遍。当外国使节团对我国产生不敬干涉内政，还有背信忘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出征啊？疯了吗？就只有这群人，只有蓝白会去出征这个德国大使馆，谁跟你出征啊？就事论事，就你双标，我为什么不能骂？民进党他们自认为是多数，因为他们铁板一块，所以他讲话很大声。而非民进党有60%的人，他们整天抹成蓝白，其实纯粹就是对你民进党委送，你要下台，那你下台总要人填，不是蓝的就是白的，不就这样吗？这是简单的答案，排除掉民进党跟那一群垃圾小绿，不就剩下蓝白啊？就蓝白也比较明显在反民进党。他们现在的名嘴圈或者是这些青年，他的魔法就是只要你不挺民进党，就是蓝白。现在的最大逻辑就其实德国这件事我们看破很多手脚，那出口转内销这一招也没有以前有用了，蔡英文时代还有点用，现在有用程度也明显下滑了。只要不五体投地的支持民进党，你就是蓝白，你就是共产党，你就是红的，红蓝白同一色，只要站出来你就赢他了，何必还要跟他讲那么多道理？所以最不耻的是有一些这种政治打手在那边讲说出征，那如果照这个逻辑行的话，他骂总统的人是疯啦，为什么可以骂元首？哇操，骂元首你们要举希纳粹礼仪，那么怎么可以把希特勒比喻成极端政权？当年希特勒变极端政权的时候，那些说希特勒会变极端政权的人，那是白痴吗？那根本就是很多还死在街头上。当有人逃避实质讨论，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断章取义，是用片段式的、滑坡式的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理论是不经检验的。讨论问题，我们要从实、从核心、从硬核去讨论。我记得在赖清德还在选举的时候，上了一个美国的报纸，来了一招出口转内销。我只是觉得越来越没效了。刚刚这大罢免大成功，你搞到现在连妈祖都不认同，丢脸了。一直玩这种手法，你玩久了你就疲乏。现在人没有那么好骗，是网络社群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可控了，除非你直接编它。但问题是现在平台要多元化嘛，你编了 A 平台也编不了 B 平台。以前只有脸书一家独大，控制脸书就是控制全世界。后来脸书之后有 YT 后来还发展出了社群，像 YT 社群也是非常活跃。然后 TikTok， 然后现在有爆出小红书啊，甚至更多的不一样的平台，甚至很多人在玩中国抖音嘛，或者玩这个 B 站。平台越来越多元化的结果就是说，想要出口转内销，用这种最拙劣的方式去骗大家的效果是非常边缘化的。你讲 A 讲 B， 其实大家拉扯，反而是非常违和于社会常理的行为会被大家唾弃。很多事情其实在改变，这我是很不耻说我们到现在还要以外国人名义为名义啊。台湾人很喜欢把所谓的欧美媒体当作圣旨，只要人家爆出了什么，他就赶快出口转内销，赶快转载，然后再来用看不看得懂外语来显得自己好像特别高尚一样。这件事情在民进党执政之内干了一堆这种类似的事情，他们利用了就西方媒体多年积攒媒体的公信力，去反过来打压自己国内的政党的不同的声音。其实台湾现在人以群分，每天讲说台湾本土意识，我是台派台独的这些人，他们反而是最崇洋媚外。民进党悲哀啊，号称台派，号称要台独，结果呢，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现代政权里面连自己的主体
体民主都要抹灭。台独完成这样跟掩耳盗铃差不多了，从来没有到什么程度。讲台独，台湾人要卡起来的，我们台湾主体民主什么都看不出来。结果呢，他们一天到口中把台湾卖掉的蓝白，在这一次里面却是骨气最硬的。民族国家的分类里面，台湾主体民主完全是汉人。因为你看民进党玩成这个样子，就连承认自己都承认不了，这从来没有到这种程度。他们想玩的是加拿大的主体民主的概念，就建构式。加拿大人没有加拿大的共同意识，来自各地，导致他们没有一个主体概念。后来他们就为了要建构这个主体概念，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他们建构一个叫加拿大人的概念。加拿大是一个政治上的主体，但它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上的主体，他们就强迫要建构。但它的主体大概还是白人的各种来自各种欧洲的国家。有一个民族就对这个事情不是很爽，当地的原住民就是美洲原住民，还有一部分是它是极圈的民族，就是伊努努特人，他们就把这些人称为叫 First Nations， 这个第一民族，加拿大的美洲原住民都放在一起，各族有各族的名字啊，一样想要干一样的事情，他要想要建构个台湾人共同意识，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抹灭台湾人是汉人来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加拿大人，他还有一个道理是，毕竟来的这个成分很复杂，都是欧洲来的，台湾不一样，有先来后到的问题，不管怎么来都是汉人，所以他又缺乏一个需要被建构的过程，因为就是汉人，不需要就被建构成台湾历史。台独的理论走到现在，我觉得已经就4个字了，就叫掩耳盗铃。台独一死，借加拿大理论也没有屁用，你整合不了，更不用整合，他本来就汉人，他叫什么整合？台独已经崩溃了，林浊水也变成吃赖清德大便的家伙了，亏他还是台独国师，赶快去想想理论，救救你的台独子孙吧。与其说台独已死了，可是问题是台奸当道啊。今年非常讽刺一点是，刚好是乙未保台130周年，然后又是台湾光复80周年。这50年来，为什么黄明化可以在台湾最后大溃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汉族意识。那只有少部分的撒卡一些台奸，基本上来讲，他甘愿去跪当奴隶，还拉了一堆人去跪，可是没有人愿意去。所以说台奸那时候是大失败。可是今天赖清德对得起他的祖先赖和嘛？虽然说他是受日本教育，可是他非常强烈的爱国意识在身上，那他反而自己去跪舔，所以说跪就算了，还逼我们子孙去跪。